注意看！女孩被婆家连人带床抬走，但她却丝毫不觉得丢人，还伸出臭脚丫去恶心无辜的教父。她并不是被人抛弃，而是在完成一种叫归家的风俗。在云南一个偏僻的村寨里有一个习俗，男女成婚后不能马上同房，而是要等3年的时间，新娘才能住进新郎家里。但凤美就偏偏要跟他们对着干，别人都是主动回家，就她打死都不走。婆家只好请人把她抬回去。凤美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在父亲精心呵护下，她的胆子非常大。那么高的跳水地方，她完全没有犹豫，直接跳了下去。长大后的凤美活泼好动，与同村的阿龙是青梅竹马，于是年龄一到，他们就顺理成章的结了婚。暗恋凤美的阿聪直接送了他们一个电视机，随后他不停的给新郎灌酒，酒量不好的阿龙2下就被喝趴了。看见丈夫被欺负，凤美决定帮他找回面子，于是倒上满满1碗酒，直接一饮而尽。这一举动让村民们直呼他厉害。本来按照规矩，他今晚是要回娘家的，但是喝醉的凤美早就将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醉醺醺的跑到丈夫的房间，直接倒在他身上。等到第2天一早，嫂子过来叫阿龙起床时，被屋里的情况吓了一跳。一家人看着床上的2人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们先把阿龙移到一边，接着叫凤美起床。凤美一起身，看见公公婆婆都在看着自己，为了不太尴尬，她决定继续装睡。没办法，公公只好吩咐将她连人带床一起抬回去。凤美很讨厌归家这个习俗，对她来说，好不容易和丈夫结了婚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生活？于是每天以绝食来反抗。此时另一边，阿龙一家正在开心的看猫和老鼠，而阿龙却在思念着凤美。他想着，既然你们不让见，那他就直接拿着行李背井离乡，跑去外面赚钱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村里要举办舞龙比赛，阿龙一家都是舞龙世家，于是村长又将他叫了回来，让他教导其他人。他们是一支女子舞龙队，队员们在阿龙的教导下紧张有序地排练着。这时凤美跑了过来，她也想加入舞龙队，这样2人就能天天见面了。但阿龙却认为归家的期限没有到，他们这样做在别人眼中是伤风败俗的，还是应该遵守老祖宗定下的规矩。但凤美却不管不顾，非要参加。没办法，舞龙队的成员提了个要求，只要凤美能坚持从寨子跑到镇子上，就让她加入。凤美听后当即冲了出去，其他人见状也跟着跑了起来。但在途中，众人就开始体力不支，只有凤美成功到达了镇上。在舞龙队的强烈要求下，阿龙只好悄悄让凤美加入。然而这天他们在排练时，意外遇见其他寨子的男舞龙队，对方一直出言不逊，还臭不要脸的要和他们玩摔跤。姑娘们看见这群大汉不敢说话，只有凤美站了出来。注意看，这个女孩脱掉衣服，露出红肚兜，摆出摔跤的姿势，而她的对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2人一番扭打，凤美不是男人的对手，很快被压倒在地。关键时刻，她用出美人计让对方晃神，接着一脚将男人踢飞，夺得顺利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丈夫看见，她心里十分气愤。结婚那么久，自己都没有动过老婆，就被别的男人占了便宜。于是她直接将凤美赶出了舞龙队。然而事情很快传到了阿龙的爸妈耳边，加入舞龙队就不说了，但他居然光着身子和别人摔跤。老妈越说越气，把阿龙臭骂一顿。没多久，村长也过来教训了阿龙一顿，因为他认为凤美的做法给寨子争了光，于是将凤美强行留了下来。姑娘们都很高兴，本以为大家又能开心的训练了，但这时又出了意外。一个叫小七妹的姑娘到了归家的日子，现如今婆家欠了债，丈夫也不靠谱，婆婆要求她回家干活，于是小七妹只好坐车回家。凤美追了半天才追上了她。小七妹告诉大家，自己不想归家，因为归家了就没有自由，也不能继续舞龙了。然而男人却强行将小七妹带走，还以退婚威胁，逼迫小七妹干活。于是所有姑娘们全都跑来帮助小七妹，但这样下去也不行，因为小七妹家还欠着债。刚好这个时候阿聪的酒厂要在镇上办文化节，于是邀请他们去演出，不仅可以赚一笔演出费，还能收获一波人气。但阿龙却怎么也不同意，不管凤美怎么说，他就是闷声不说话。没办法，凤美只好自作主张，带姑娘们去参加演出。但没想到几人中出了个叛徒，悄悄打电话通知了阿龙。阿龙听后连忙赶到现场，大声地吹响哨子，这把姑娘们吓了一跳，纷纷从桌上摔了下来，珍贵的龙也被扯成2半。在阿龙眼中，用舞龙来赚钱就是玷污了神龙。如今龙被破坏，他也被父亲训了半天，心里气得要死。家族传承已久的神龙就这样被玷污了，他把一切都怪在凤美头上。就算阿聪表示出钱重做一条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2人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，阿聪的所作所为更是让阿龙觉得好像有了钱就什么都能解决一样，把自己的老婆都给迷得神魂颠倒。男人系上新娘的花腰带，接着坐到妻子身边。结婚1年，他们终于准备同房，但在中途妻子得知以后不能舞龙了，开始奋力挣扎起来。
更是一脚将他从2楼踹了下来。原本他们归家的时间是3年，但阿龙的父亲觉得阿聪不安好心，于是决定让凤美提前归家。但凤美想到那些归家后失去自由的姑娘，决定舞完龙之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归家的。阿龙见状气得半死，认为他心里就是喜欢阿聪，于是一把扯下花腰带，我要退婚。这句话深深伤了凤美的心，但她依旧不想放弃舞龙，找来一堆材料想扎一条新龙，结果却收到被开除的消息。回到家的凤美每天把自己倒挂在房梁上，茶饭不思。而舞龙队少了凤美后，每个人都没有干劲。眼看比赛将至，舞龙队明显不能没有凤美。这时阿聪出现了，他找到阿龙，直言自己喜欢凤美，但他也知道凤美喜欢的人一直是阿龙，还让他一定要好好对凤美。此时另一边，村长带着公公一起来劝凤美。虽然凤美非常顽皮，但礼数她还是懂的。公公都低下身来求她了，再耍小孩子脾气就不对了。很快姑娘们又聚在了一起，但这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阿龙。他们找遍寨子，发现阿龙竟然一个人在楼上舞龙。此时的他英姿逼人，神色有力，这是他对凤美道歉的方式。但是凤美还是没有原谅他，他们一个跑一个追，最终在他一声声有力的求爱情歌下，凤美终于原谅了他。故事的最后，凤美的舞龙队到了北京，参加了迎新世纪的中华舞龙大赛，并且斩获金奖，将彝族的舞龙推广到了全世界。活泼好动的凤美是一个敢做敢当的女孩，虽然生活在山村，依然敢于打破旧时代的规矩，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自由，这就是最强大的女性。